2018年11月份，土库曼斯坦的世界举重锦标赛，34岁的吕小军在全新的男子81公斤级的决赛中，抓举172，挺举202，总成绩374公斤，总成绩夺金，并且创造了世界纪录。就连一向稳重严肃的男队主教练于杰，赛后也是激动不已。今天小军把这块总成绩金牌拿了，而且是在里约奥运会以后，他30多岁了，他依然的付出，热爱这份事业，而且还保持这么高的这个竞技水平，这是很难得的，就是说宝刀不老，依然风采啊。2个半月过去了，国家举重队的训练场上，于导早就恢复了往日的严肃。吕小军倒是拿着田涛的获奖证书，笑得很是开心。眼看就35岁了，对于举重这样一个纯体能项目来说，绝对属于高龄选手。但是当事者吕小军好像丝毫也不当回事儿。我从来没考虑过我自己的年龄，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可能就是还是属于刚不到30岁的小伙可能就是跟他们在一个这种范围当中，你不管是田涛啊，还有杨哲他们在一块儿，反正也可能比他们大个4、5岁，可能比田涛稍微大个8、9岁、10岁啊，也是被他们带动我。带动我是把我年龄带得更年轻了，我带动他们的是在训练上，不过在生活上就是我也想的把，就是整个队我说我首先自己先做好吧，做好完事我不能要求你每个队员去做一些小孩去做一些跟我做一样的，等于说我先把我自己起个带头作用吧，啊，就把自己先做好吧。以身作则是吕小军的自我要求，也是责任所在。现在国家男队的队长也是很多年轻运动员和举重爱好者的偶像，但是毕竟拳怕少壮，这个年纪从最基本的身体机能恢复来说，都比年轻人慢了不少。当年威风如战旭刚也吃过年龄大恢复慢的苦头。一般老运动员来说，这个恢复起来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事。我觉得恢不恢复还是看你心态怎么摆正。首先从训练上得把这个心态好好的摆正，就是有心态同时，现在就是怎么说，包括昨天练那个体能一样这样说，反而是我主动要求冲那个就是骑那个自行车8组，就是那个变速的那种啊，冲到我就是自己想练这个东西啊，想着那个喜欢这个举重项目，所以说像是说心态摆得比较正，说在训练当中就是没有那么累，就把它当成一种那种很开心快乐的举重。心态肯定极为重要，科学性的训练和恢复同样可以平添信心。不然这一大群小伙子看着80公斤的哑铃10个一组，连做6组，哪儿那么容易起来？以前可能觉得年轻扛得住，身体也能吃得消，那现在我觉得尝到这种甜头了，所以说我感觉是我尝到这种甜头，所以我感觉我自己主动要求练这种核心力量，包括牵拉呀，以前练完了就走了，哎呀，是谁放松啊？那明天照样干。现在不行，现在真的说实话，包括这种从就是核心力量来讲的话，包括体能，这都需要跟进的，还包括练完之后牵拉。就是随着肯定，他肌肉肯定现在肌肉没以前的弹性好了，但是现在怎么说把那个韧带肌肉给牵拉开，就保证你第2天的训练质量才能。吕小军现在是2个孩子的爸爸，常年在外训练比赛，照顾家人的事情就交给了天津家里的妻子郭喜燕。郭喜燕退役前也入选过国家队，非常了解举重，也很支持丈夫的事业。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吕小军多发训练的视频。就是现在我每次训练的时候，不管是上大重量还是做硬拉，我都拍一些小视频发给他看。他说老公，我就喜欢看你训练，知道吗？他因为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他懂举重，的时候，他也看到了就是希望。你包括2020东京奥运会，如果是我也没有希望的话，他肯定他是回来吧，回来咱们一块儿带孩子吧，所以说他从这一方面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他说他看到了希望，我就说我在训练上我也会更加努力的去认真的
完成每一堂训练课。主要是我老婆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比赛能看到成绩，训练能看到效果。即将35岁的吕小军一点儿也不老。年轻人哪个不服？换上举重鞋，咱们试试。